走过北角吊桥到丰北角景观咖啡吃冰，再顺路散步到马胎古道起点，越过一心大桥，沿着120线道走回北角吊桥，全程不到3公里的距离，慢慢走大概40分钟左右，蛮适合一般游客到坚石的闲适散步行程。统计过往超过100次露营活动的场地位置，其中新竹县尖石乡就占了超过1/4，以及位于120线道旁的北角吊桥，几乎来回经过50次以上，结果竟然都没有停下车子，好好端详一下这座北台湾最长的吊桥。来匆匆去匆匆，来的时候想要早些到露营区，挑个好位置搭帐，回程常常都是日正当中，天气炎热又担心塞车问题，真没什么心情停下车来四处瞧瞧，更甭提上桥来回走走了。今逢端午节3天连假到尖石豪翔露营区露营，第2天当然就要到在地景点四处走走，悠哉的细细品味尖石，认真的体验尖石之美。吊桥亦称为悬索桥，其主要成立部分是桥两端的2根塔架，在这2根塔架间的悬索拉住桥的桥面。一般的吊桥走起来，在桥面上总是觉得摇摇晃晃，甚至有时还会觉得头晕，但北角吊桥走起来却出奇的平稳。难道这跟想要到对岸的丰北角景观咖啡有关吗？到底是丰北角景观咖啡让北角吊桥增色，还是北角吊桥帮对岸的丰北角景观咖啡带来客人呢？这个看法或许见仁见智，但我宁愿相信前者为真，毕竟硬体只是空壳，软体服务方能为地方灌输灵魂。望着桥下溪水涓涓，难得能如此闲情逸致地近距离欣赏游罗溪的美，清澈的溪水缓流而下，看着看着都可以莫名地感受到那股透心凉的感觉，不由得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尖石飞鹿不可营区山谷中大小朋友泡在那罗溪，那种夏天冷到会发抖的情景。到了吊桥彼岸，右边即为绿荫葱茏溪雨林生的丰北角景观咖啡。走过吊桥会发现一块立牌，上面标示着 Honduran Small Farms Coffee 台糖洪都拉斯高地小农咖啡，一杯改变世界的咖啡。内容说明着，当您在享用这杯回甘香醇优质咖啡同时，正帮助友邦高地小农生活，并一起在其偏乡余盖学校，学童不再失学。它的温度正持续温暖着友邦小农。与其说是店内，不如说是园内。纵然到访当天气候炎热，但坐于棚架下吃冰一点都不热，微风徐徐，感觉真是舒服。将冰淇淋置于栏杆平台上，面对着游罗溪宽广的溪床，有时感觉站着吃也是一种幸福哦。光看草坪上满盖着树荫，即可明了为何此处吹拂的都是凉风了。在这儿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可以冰凉透心的欣赏北角吊桥之美，完全不必理会外面烦热的天气。景观咖啡小路旁立着牌子，顺着方向可以往马胎古道或北角赏萤步道。反正本来就是闲来无事出来逛逛，大伙便决定顺着指标沿路走走看看。刚开始路幅不大，且路面有些上下起伏，路边又有农家豢养牲畜，致使味道不甚好闻。但过一会之后，产业道路开始伴着游罗溪并行，一路谈笑风生，一旁溪水潺潺，沿途时而虫鸣鸟叫，时而树叶簌簌，漫长、高亢、执着的蝉鸣更是弥漫整路。一大伙人天南地北，有说有笑，完全忘却走了多远的距离。走着走着，发现林中竟然有一个露营区，炎炎夏日在树林露营果然惬意。而后就来到了马胎古道的入口，距离入口稍走几步路，围篱内有一大片地方便游客停车，靠近入口旁也有几个停车位。马胎古道解说及导览图：古道单程为 2.3 公里，高度落差为272公尺，来回时间约2小时30分，属中低难度老少咸宜。海拔高度位于301公尺至573公尺之间，旅游四季皆宜。步过一心大桥时，大伙对着游罗溪指指点点，待我定睛一看，原来有钓客立于溪中钓鱼。炎炎夏日站在冰凉的溪水中，偶尔甩动左手上的钓竿，这等沁凉入心的舒服画面，让众人走到直至望不见钓客，方才愿意正视马路的危险。走过北角吊桥到丰北角景观咖啡吃冰，
再顺路散步到马胎古道起点，越过一心大桥，沿着120线道走回北角吊桥，全程不到3公里的距离，慢慢走大概40分钟左右，蛮适合一般游客到坚实的闲适散步行程。